今天大家在我们现场看到的这3个作品，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位雕塑家，他曾经为500多位名人做过雕塑。有请吴为山，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太艺术家了。常年下来，为什么您的手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粗糙？心灵有柔软啊，手它就会柔软。我已经明确感觉到吴馆长是一个不认真回答你问题的人。您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不得不妥协的地方？您在20多岁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您思考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展现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我们要懂得自己的宝，要识自己的宝。他的作品不仅带来心灵的震撼，更是一种文化的思考。塑像要将生生不息的文化融入历史的洪流，为塑像开先天。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性雕塑，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永驻人间。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开讲了，探寻文化的力量。本期演讲者吴为山。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这期节目仍然还是我们开讲了文化力量系列的其中一集。大家看到，在我的舞台的两侧摆了一些雕塑作品，大家能认出几个？这位是孔子，这位呢，马克思。所以，不同的这个雕像，展现出的其实是作者想要传递的，他对于这个作品不一样的表达方式。这3个作品，其实都是源自于一位雕塑家，他曾经为500多位名人做过雕塑，而他的雕塑作品被收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当中。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美术馆馆长、著名雕塑家吴为山先生，有请。您好，吴馆长，欢迎您，欢迎您。谢谢各位，请坐。看到吴馆长走出来，大家第一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太艺术家了，是吧？我听到有孩子说潇洒。我的同事告诉我一个事情，说之前跟您接触的时候，总想象着雕塑家，因为没事儿拿，双手肯定都是比较粗糙的，磨出了老茧。说我的同事说，跟您一握手，发现您的手可软和了，是不是？是这保养的这么好？这个是艺术的温度，艺术的温度，真会描述。但大家一定还会奇怪，那您平时比如说在做作品的时候，很多东西您得，这不是一下两下啊。对。所以常年下来，为什么您的手没有像我们想象那么粗糙，充满裂纹、老茧？没有。这个心灵有柔软啊，手它就会柔软。我在跟吴馆长接触了这么2分钟之后，我已经明确感觉到吴馆长是一个不认真回答你问题的人。一开始来之前，导演就跟我说了，说吴馆长口音挺重的，说你真的要注意。说吴馆长开玩笑说，有时候说快了，吴馆长自己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还真不是开玩笑，这个前一段时间啊。我自认为那一次发音发得很好啊，他们就把录音啊打开了。我说这人在讲什么？是不是我讲的？就您听自己的录音，听不懂。今天是你的听力好，还是我的语言好？什么？是你的听。
但是还有一点，江湖传闻说您还有一个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说您2个大拇指长度不一样。那倒是真的，是真的吗？是，你看，这个大，你看这个小，你看，这您怎么解释？劳动创造人啊。就您因为常年用右手，用这个右手啊去塑造，就做这个泥塑的时候，对，经常推啊，这样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发达了嘛，对吧？你看，所以艺术家真的是有一些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一个艺术家在他艺术创作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用心，心柔软了，可能在您的作品里展现出的生命力也不一样。第二个是用体力，真的是用身体。相较之下，您觉得每一个作品的诞生，是让您耗费的体力，让您更觉得这个过程的艰辛，还是让您付出的心血，就心灵更疲惫？两者几乎是各占50%，因为这个十指连心啊，你动手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动心，你动心的时候必须要通过手来表现，所以各占50%。今天这个台上的这3个作品，其实是您的原版的作品的缩小版，是吧？对的，对的，这是创作大作品之前的一个创意的模型稿，类似像我们写作文打草稿一样。对对对，当然，这只是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对的。至于在其他的创作过程当中，包括您是如何开始接触雕塑，走到今天，雕塑在您眼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所有这些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掌声有请馆长为我们开讲。有请吴馆长。这个当了30多年的教师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讲。我特别喜欢与年轻人一起交流，因为这种交流啊会碰出火花，特别是年轻人，他们的那种渴求知识，那种对艺术的热情，对生活的热爱，也激起我的创作热情。今天啊，很荣幸和大家一起来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我呢，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老师。我是1962年出生，在那个时期啊，我们的小学课本基本上没有古典文学，没有唐诗宋词。我的父亲每天让我背唐诗，所以我对文化特别的钟情，特别喜欢李白、杜甫。1978年，全国都在考理工科，许许多多的年轻人都把理想寄托于科学，我一样是这样的。那么考大学呢，我考理工科啊，不是有才能的，尽管花了很多的力气，我每年都差1分。我考了6次大学，终于啊，在1983年，正式的被大学录取。为什么原因？我要不断地去学习努力。我认为只有到大学里去啊，才能完成一个年轻人文化的塑造。大学毕业之后，我就留校了。在90年代的初期，全国都在从事这个经济商业。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精神、没有文化、没有灵魂，它的经济的发展也是短暂的。所以我开始自己为自己立了一个工程，那就是为历史上的文化名人来塑像。中华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在重要的文化场所与所有的观众来对话的时候，我觉得呢是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一种心灵的慰藉。因为这些人物，
他们身上承载的这种文化，他们精神世界的一种高尚，以及他们人生的一种价值，激励着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我有机会为费孝通、钱伟长、季羡林等等这些大师塑像，而且多次跟他们接触，也从他们的交谈当中获得了许许多多的人生的真谛。季羡林先生讲，你塑像是一个文化工程，要将生生不息的文化融入历史的洪流，为塑像开先天。雕塑艺术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就像诗歌一样，它是非常提炼的，它不是通过像记叙文、散文一样的来写上很多的故事情节，它应当是一目了然，但是呢，也要回味无穷。那么一个好的雕塑啊，它最重要的要鼓舞人。实际上通过这个像呢，来体现精神，也表现艺术，特别是表现艺术的创新，在雕塑艺术当中，如何使我的雕塑达到一个新的境界，跟古人不同，跟西方人不同，跟当代人也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么后来找到了写意雕塑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中华这些雕塑人物，它不仅仅影响中国人，也影响外国人。巴西啊，库里提巴市的市长到中国来，他看到我做的孔子像，他说他是孔子的粉丝，他认为孔子的思想对他的治政理念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他要求把孔子像立到库里提巴市。这个库里提巴市的市长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孔子，当把箱子打开的时候，他拥抱孔子，而且他把孔子像立的这个广场命名为中国广场。孔子2000多年以前的中华圣人，今天在南美那个地方就被他们请过去，立在那里来讲述中国的仁义礼智信。这种情感，它使冰冷的青铜有了心灵的温度。当然了，孔子和老子在意大利也是受到很高的尊重。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展览，他们布展的时候，一下子认出来那个仙风道骨的、长须垂地的老子，所以他们放下手中的工具，用人工，有5、6个人一起把老子抬到高高的展架上。他们说，我们是在用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来布置展览。可见啊，这个雕塑艺术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有温度的，它是有生命的。我还是给大家介绍分享一个故事。法兰西学院的主席克鲁德·阿巴基，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到中国国家花园，他看到了一座雕像，这个雕像就是黄宾虹，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画家。克鲁德·阿巴基他看到这个雕塑以后，他就把它画下来。回到法国以后呢，他就在一直地思考这个雕塑当中所包含的，就是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一种神韵。他说，艺术家有3种作用，一种就是告诉我们客观物质世界的现象；第2种是告诉我们女性情感的追求；第3种是用灵魂来引领我们的生活。那么，当年呢，我去法国，就拜望了克鲁德·阿巴基先生。他见到我以后，
他就拿着一本速写本，他问我，他说我在中国看到一个雕塑，不知道是谁的作品，他的创作的过程，他非常想了解。我一看，就是我创作的黄宾虹，当时热血沸腾。他拥抱我，热烈的拥抱我。他说没想到，我以为这个作者有100岁了。大家知道我们到西方去，特别是到欧洲，我们看到维纳斯，看到大卫，我们总是带着一种膜拜的心理，去崇仰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我们也会用写生的方法来画下这些我们心仪的雕塑。但是一个西方的，特别是法兰西学院的主席，他来画我的雕塑，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最大的鼓舞。后来我们在巴黎举办了心灵的对话的2个人的联展。我特别感动的是，一个80多岁的一个西方的大师，他对一个中国的作品那么的珍视，他用心来琢磨他们，来体会他们，来感受他们。他把这些作品，特别是孔子和老子的作品，都放到了最重要的地方。他的作品都围在孔子、老子的周边。这是对中国艺术的尊重，是对中国文化的尊重，是对中国先生的一种尊重。所以我们讲，我们要懂得自己的文化，要懂得自己的宝，要识自己的宝。我们要很好的、有信心的来宣传我们自己的文化。2012年9月份，在联合国总部举办展览。潘基文当时是联合国秘书长，他到现场看了这些雕塑之后非常感动，他写下了4个字：上善若水。他说这些雕塑表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更是全人类的灵魂。他说，他从小在孔子、在儒家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今是真理。所以，到今天，我在回忆这30多年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以塑造中华杰出人物雕像为己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我还是觉得我走的这条路此道不孤今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举世瞩目。在2年之前这个我应邀到德国去，德国希望在马克思的故居立准马克思像。到了那边以后，我听他们讲，希望我做一个儿童时期的马克思，由母亲参作。当时我一听，我觉得这不是我所想要塑造的。因为马克思他是思想家，是哲学家，他的长相应当跟他的身份要相符。我们所说的马克思是长头发、长胡须的马克思，充满了智慧，是在我们心中已经定格了的一个马克思。所以我就跟他们提出来，希望要做这个我们所说的思想家、哲学家的马克思。后来他们觉得呢，这个雕像呢做2米，就立在那个三角地上。后来我在三角地看来看去，我觉得这一个地方太小，因为马克思他的情景是非常的开阔，他的背景是非常的深厚，他的脚踏的大地是非常的坚实，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体量上面更加高大的马克思雕像。后来选择了
特里亚这个古罗马时期的一个广场。这个广场呢比较开阔，让马克思立在那里，尺度在5.5米，因为这个尺寸跟马克思诞生的时间5月5号正好吻合。这样的一个建议也获得了德国方面的赞同，他们通过议会表决同意我的方案。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小小的细节啊，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雕塑呢，我是在室内做的，但是工作室毕竟小啊，因为雕塑它要放到室外空间去的时候，是要从很远的地方看，走到一定的距离看，再走到跟前看，它是从远视到平视到仰视这样一个过程，在室内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德国方面已经把稿子都已经审定，认为非常好，雕塑也已经运到了山西去铸铜，但是我突然认为啊，这个雕塑应该再拿回来，应该放到一个广场上去，来观察，来进行调整修改。那正好是1月份啊，北京的寒冬啊，寒风刺骨。我在刺骨的寒风当中，从早工作到下午，持续了7、8个小时的时间来创作。做好的时候手都冻僵了，但是心是温暖的。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他在一件作品当中，如果多花1个小时，多花1天，多花1个月，有的多花1年时间，塑造出来的作品，也许在历史上就会多留下10年、100年、1000年。我创作的马克思的雕像的原型到达德国的时候，他们一致表示，这就是他们心中的马克思，身穿大衣，迈着坚定从容的步伐，目光深邃，炯炯有神，向着前方。他手中夹着一本厚厚的书，这一本书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百科全书。当然，我们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讲中国故事啊，不仅仅是讲这个美妙的故事，我们也要把我们民族在历史当中的灾难，我们的国耻，要讲给世界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所有的主题性雕塑，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以及在后来的传播过程当中，它都给了我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悲愤的一种激情。我觉得历史啊，我们要记住，而不是要记住仇恨。我创作的一组逃难的难民，其中有一组是以幸存者常志强的悲惨遭遇为原型创作的一组雕塑，题目叫《最后一滴奶》。常志强当时还小，他的母亲在逃难的过程当中被日本人的刺刀捅得心血直流，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她还抱起了她的小孩子在喂奶，最后奶水、血水把母亲和婴儿永远冻凝在一起，冰成一块永不融化的冰。这一组雕塑不仅感动了所有的中国人，也感动了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特别是
乃至日本的参观者。可见啊，人类向往和平，它是一种共同的价值。今天发展了的中国有这样的一种自信，来揭开自己的疮疤，让世界警醒，让战争远离人类。我觉得这是艺术的力量，是文化的力量，更是正义和平的力量。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我的使命啊，就是要创作，要把自己心中的情感通过艺术的表现，让它展示出来。这是我个人这些年的追求。我当中国美术馆馆长之后呢，我觉得这作为国家美术的最高殿堂，跨越美的最好的平台，更应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来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发出中华的声音。在去年11月份举办了一个美在新时代的展览，把所有的藏品当中的大师代表作进行了一个展示。在数九寒冬啊，队伍排将近2公里，有70、80岁的老人也都参加了。今年，我们把中国美术馆所藏的61个国家3500件藏品当中啊，挑选了224件作品，进行了一个展览。在炎热的盛夏，6月底，队伍依然排到美术馆的后街，这说明人民对美的需求，这说明了文化的力量。我希望大家常常到我们中国美术馆来跟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进行对话。谢谢。谢谢吴馆长。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收看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作为一个雕塑艺术家，当然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国美术馆的馆长。刚才您开讲的最后一句，大家没事儿都到中国美术馆来看一看。很多年轻人刚才现场问问题，还专门问到这个问题。就好多年轻人觉得到了美术馆，有一些作品不太看得懂。所以慢慢的，有些年轻人就产生一种畏惧心态。看到别人都在美术馆每个作品前面，但是你自己如果去了以后，如果要是感觉看不懂，可能他不敢去了。艺术作品呢，它是从题材、从创作方式、从这个画种、从风格等等方面啊，它都是各美其美，啊，都有不同的这种价值。那么许许多多的这个观众啊，特别是非专业的观众来讲，他们对这个艺术的理解呀，这个不像啊这个美术史家那样的全面，那么专业。这个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种啊，读得懂、读不懂，或者是半懂不懂的状态，才能使大家的兴趣更加浓郁。所以不要怕看不懂，对艺术的认同和欣赏，不一定说你非要说出门道来。也许在那一瞬间你受到的震撼，你从这当中感受到的某一点，对你情绪的触动，可能都是艺术的真谛。讲得对，你在这个看它的时候，已经接受了一种信息。对。您刚才还讲了一件事，让很多观众觉得很诧异，说您考大学考了好几次。是的，每次都差1分。观众说您怎么发挥的这么稳定？但这个，现在对很多年轻人来讲，别说6次了，您考2次、3次，如果很多人就泄气了，就不再尝试了。是的。那您当时是为什么让您这个一而再再而三？因为一种求知的欲望。我觉得，因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对，恢复招生制度呢是1977年这个下半年，我呢是1978年高中毕业，
所以那个时候呢，全社会啊，特别是年轻人都想上大学，大学梦啊，那是我们是最重要的梦。读大学太重要，因为大学它是系统的，它有那么多的老师，它积累了人类文化的精华、科学的精华在里面。所以你走进大学，就像走进了一个高速公路，这个路啊，它是非常顺当的，让你啊这个向一个方向去走。所以作为您来讲，其实当年您的这种对一个梦想的执着，后来也潜移默化的在您的创作当中，实际上也成了支撑您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是的。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中，央视网也对所有的网友进行了图文直播。我们首先进入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来看看网友给您提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吴馆长，您雕塑的材料都是什么？平时会拿萝卜练手？这个观众可能家里是做厨师的。您用过的雕塑的材料是不是也是各种各样的？有啊，这个泥巴，有泥巴，这是最常用的。还有木头，还有石头。石头。那最后呢是化为青铜。青铜。有的还用不锈钢锻造。不锈钢锻造。但是真的没有用过萝卜。没有。那您平时练习，就对您来讲有练习这个事儿吗？练习的材料是空气啊，我经常这样在练啊。见过大艺术家的气场了吧？平时您捏什么？我平时捏空气。您看我这个作品怎么样？对，您捏的时候就完全在心里，它的这个整个立体的这种就都出来了。对，北京大学袁新斌先生啊，是著名的这个文学家了。很多年之前有人请我给他塑像，我等了6年。终于有一天，我说我可以给他塑，不是没有时间，因为我一直在研究，在想，真正做的时候只花了30分钟的时间，因为我平时在空气当中立的时候啊，已经把他形象已经立好了。那您见到这位先生的时候，有跟他说吗？我也在空气里捏了你好多次了。所以真正见到他本人做的时候，30分钟，对，用了6年，对，去琢磨。是的，是的，这就是艺术家的创作。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细节和故事。再来看第2个问题，吴馆长，您觉得您的作品有什么缺点呢？这位观众可能也明白到这个问题风险很大，所以他给自己取名叫无名氏。这个问得非常好，因为我的雕塑啊，比如说像老子，它是这样一个空的，那么像李白这样一个雕塑呢。凹进去的地方，实际上就是缺少的地方，也就是缺点，到处都是缺点。我的作品啊，缺点充满了每一个地方，所以我得好好努力。不带这么拿立体几何概念来回避问题的，说缺点就在于我的雕塑里缺的那一块儿。在您心中有完美的作品吗？有完美的作品，那就是大家喜欢的作品，它就是完美的。只要有人喜欢，哪怕只有1个人喜欢，对，也是完美的。所以在吴馆长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艺术家的这个矛盾统一体。一方面，他认为，就当然是开玩笑的说，只要有缺少的部分，我都认为它是缺点。但另外一方面说，只要一个作品，哪怕有1个人喜欢，我认为它都是完美的。所以，怎么跟艺术家聊天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现场观众给您提的问题。有一位观众问吴馆长，您有没有想过为自己塑一座雕像？如果想要塑的话，您会为自己哪个年龄段塑一个雕像？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我觉得每一件作品啊，它都是自己心灵的投射，所以我的自塑像应当在我生命终极的时候，所有的雕塑创作作品都完成了。那个时候，把它们堆积如山，回过头来看的时候，那就是我的一个雕像。
至于说零零转的话，我想，因为他这么多的作品当中啊，它是我一个生命的轨迹，所以它包含了所有的零零段，整个生命的进程。对对对，它不是停留在某一个时刻。是的。刚才吴馆长说，其实他的艺术创作已经把吴馆长自己对自己的认知，也融入到了每一个作品里。你是我的知音啊！谢谢你。这句话我听出来是认真的。今天现场青年代表，请他们来跟您交流一下。吴老师好，小撒老师好，你好我叫黄灿，我来自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今年刚刚毕业。今年6月呢，就是我也经历了本科期间最重要的一次展览吧，就是毕业作品展。这个对于所有艺术专业的同学来说，都是最有总结性、代表性的一个展览。我发现呢，其实我们同龄人的作品中很少有家国情怀，或者说有宏大主题的一些作品，所以我特别好奇，就是吴老师您在20多岁我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关注的是什么呢？您思考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呢，也做过很多的梦想。我是油画专业，也学过雕塑专业，又喜欢理论。同时呢，因为我在师范大学当老师啊，有进行这个心理学，还有教育学，特别是教学法的研究。那么对自己总是把握不住，到30多岁的时候，我才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来塑像。那么用中华美学精神和中华美学的思想来引领我的艺术的创作，所以像你现在这样一个年龄，可能受到的诱惑还是蛮多的。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画得非常好，非常有才华，在20多岁的时候，在全国已经获大奖。我是非常看好他，但是呢，在前几年我请他到我家里来的时候，他不断地在接一个电话。都是一些画廊老板给他打的电话，说我给你那个定金已经给你那么多天了，你怎么到现在画还不给我啊？那么我现在再看看他的艺术的时候，已经非常失望，就是跟以前那个困难的时候、经济最穷的时候画的画已经完全不一样，有了脂粉气，而最穷的时候，它里面包含着一种向上积极的一种精神力量。有很多人都能成才。有很多有基本功非常好的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但是后来为什么没有成为呢？一个是价值观，所以我觉得你明确自己很好的一个价值观按照一个准确的方向走到底，一定会走向光辉的彼岸。谢谢吴老师的建议。但我不知道现在学艺术的年轻人会不会有这样一个困惑，因为都说苦难是艺术家灵感的来源，和他创作力量的源泉。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生在蜜罐子里，反而你们会不会觉得，如何去寻找内心的那种过去苦难赋予这一代艺术家的那种生命力？这个的确是我们就是很难再去那种体会的一个东西。又不能刻意的说把他们扔到苦难中。我觉得像他们这种情况，你要真的自己去找苦吃那也是假的。你只有在民族发展的历程当中，在人类发展进程当中来寻找那种精神支点，寻找那些克服困难、自强不息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只有用这一种精神来武装你，你尽管生活在蜜当中，你也感觉到里面有苦；你尽管碰到困难，你也会觉得有一种信心和力量。谢谢，谢谢老师。下一位，吴老师好，小蔡师兄好。我今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然后现在是做了一名记者。其实记者这个工作在日常中其实要采访很多的人物，抓住每个人物的特质是很难的。所以我特别想让您传授给我一些经验，就是您在抓人物的时候都会抓住他的哪些特质？最重要的就是看眼睛。眼睛，因为是心灵的窗口。对了，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像我们在跟一位长者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总是用眼睛来看着你。其实那一种眼睛里面带着一种审视，带着一种期许，有时候会带着一种疑问，但是还有时候会带着一种赞赏。这种态度是他
的人生态度，是他对客观世界一种认识。你如果说读懂了他的眼神，你就理解了他。谢谢吴老师。您刚才说您的同学因为收了人家的钱，所以不得不给人家画。因为理想和现实还是有一些差距的，不知道您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就是不得不妥协的地方，或者说您有没有拒绝过一些名人让您做雕塑的请求？艺术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阶段，特别是早期的时候是比较难的。像你们刚大学毕业以后啊，正在找工作，那可能就要会做很多的与自己原来的理想不完全一致的一些事情，这个也很正常。我也是这样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很多，甚至画过很多商品画。但是你心中只要有那么一个点，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它最后还是要归到这一条主线上面来。人生也是在这个不断的修炼当中得到一种提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确实真的没有很硬朗的去拒绝，就是婉拒，婉言婉言拒绝。就是说，哎呀，我最近太忙了，最近哎呀，这个有的跟我讲，你答应了我10年，怎么还不做了？哎呀，我等我水平提高了再说啊。这是这样。谢谢吴老师。来，下一位。吴老师好，尚老师好，我叫北石，是一名致力于行走北纬30度国家的环球自媒体人。刚才吴老师有句话说，我们要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我经常一年可能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国外行走的一个状态。在旅行当中，我经常会选择住进当地人的家里面去，然后我就特别期待我自己有3头6臂，给他展示中国各种文化。在这里就特别想问一下吴馆长，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或者作为一名普通的游客，当我们有机会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去展现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本节目由格力家庭中央空调赞助播出，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出了国以后啊，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国的一张名片，所以你的行为规范、你的举止言谈，它都是在传播着中国的信息，传播着一种中国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传播的方式不一定是用艺术，你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传播的媒体。谢谢。我在路上行走的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到当地人家里面去给他们做一顿中国餐，做酸汤鱼啊，做辣子鸡什么的。中国这个辣椒，有一次我记得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跟我沙发主做这样一个辣子鸡，他说他特别能吃辣，然后我做完以后，他尝了第一口说这不是人类吃的。他们习惯的是这种酸甜的那种辣，对，他们喜欢烤肉啊、酸啊那种感觉，就是我们中国人爱的这种辣，可能老外还不太习惯。你现在说走北纬30度国家走了多少个了？北纬30度有18个国家，我现在已经走了14个，还剩下4个，比如说伊拉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这些还没有去，但剩下的都到了。刚才吴馆长说的一句话，就其实你行走在路上，你的每一步其实都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人类有史以来讲故事的人并不多，真正流芳百世的、流传千古的故事，一定是因为故事里的主人公和他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在想，真正作为讲故事的人，您的主角是这些在历史上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人生态度去感染今天的人。所以我在想，讲述一个中国故事，也许不是每一个中国人一定要做的事儿。我们可以讲不好，但是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好今天中国故事里的那个主人公。中国在这个时代会给世界留下一个怎样的中国故事，不全在于讲述人，更在于在座的各位。感谢吴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您，也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开讲再见。